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长工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我不知道。当我们被别人问到一个问题时，有时候我们是真的不知道，有时候是不太确定，还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知道的，但是不太方便讲出来。面对这些不同的情况呢，如果我们想表达我不知道的这个意思，不一定非要说出这4个字。在中文里，其实还有更多、更自然、更贴合语气的表达方式。那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中文母语者常用的5种我不知道的表达方式吧。哎，老板让我们准备方案，几点开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表达最直接、最中性。这种说法适合用在别人只是随口问你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，比如几点开会？谁负责这个项目？或者老板来了吗？这时候你说我不知道，就很自然。但是如果面对你不知道的问题时，你总是用我不知道来回答，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你比较冷淡，不愿配合。所以你可以用接下来这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去表达，会让人感觉更舒服些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？不太清楚哎。不太清楚，不太确定，是一种更含蓄、更委婉的说法。对于某人、某事，你可能的确是不知道，或者只是知道一点点，但怕说错，所以就不想说。这种说法比起我不知道，听起来会更加温和，也更加有礼貌，给人一种更愿意沟通的感觉。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我猜可能是明天吧，我记得他好像说过。我猜应该是，可能吧，这类词语，它们表达的是一种我知道一点点，但不完全确定的这种态度，既不是完全否定，也没有肯定。用这种方式说出来，会显得更随和、更轻松，也给自己留下了余地。在很多日常对话中，比起直接说我不知道，这种说法更自然，也更符合中文的语感。听说你和领导关系不错哦，这次小刘会不会升职啊？这个你去问小刘本人吧。有时候你可能是知道一点的，但因为话题敏感，涉及别人，或者你不想被卷入是非，就选择少说或者不说。类似你去问他，或者我只是听说，这类回应就是一种典型的绕过去的方式。它在社交场合中很常见，语气轻松，还能巧妙地回避问题本身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在饭局上，有人问你，哎，听说你们部门要裁员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就可以笑着说，哈哈哈，这个你得去问我们老板才知道了。这样说就会显得比较得当一些。你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没接触过，不太敢讲。不太敢讲，不方便评论，是一种更谨慎、更克制的表达方式。有时候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，但因为问题太敏感、太专业，或者怕说错、担责任，就选择回避。这类表达方式常见于比较正式的场合，
比如像在工作会议或者在面试中，又或者是当你代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群体发言的时候，和前面一种你去问他吧这种表达相比，现在这种说法更像是出于身份和立场的考虑，而不是因为不想八卦或怕尴尬而回避回答。我们也来举个例子加深你的理解。假设你在公司工作，碰到媒体采访，对方问你，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？你可以说，这个我没接触过，不方便评论。虽然这和你去问他吧一样表达了不想说，但区别在于，一个是不想被卷进八卦中，一个是我不能随便说。在中文里，这种带有回避意味的表达，其实也是我不知道的常见变体之一。好啦，今天我们看了5种中文里表达我不知道的方式，有直接说的，有委婉的，有轻描淡写的，也有干脆回避的。你平时最常用的是哪一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。我是长工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